据界面新闻报道，路透社10月17日消息，阿塞拜疆总检察长办公室周六表示，亚美尼亚军队用导弹袭击阿塞拜疆第2大城市甘甲，造成12名平民丧生，另有40多人受伤。阿塞拜疆总统助理希克梅特·哈吉耶夫在推特上表示，亚美尼亚对甘甲平民发动背信弃义和残酷的导弹袭击，是亚美尼亚政治军事领导层面对其在战场上的失败的软弱和绝望的表现。哈吉耶夫说，这是一次针对平民的蓄意和不分青红皂白的导弹袭击。据海外网消息，当地时间10月15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被主持人多次追问与拜登的第一次大选辩论当天是否做过新冠检测，特朗普均含糊其辞，称不知道、不记得了，可能做了，也可能没做。据环球网报道，因为一张杂志封面照，芬兰总理桑纳马林陷入争议。这位35岁的总理此前登上了该国时尚杂志 Trendy 的封面，照片中他身穿黑色 V 领黑色西装，没有搭配衬衫。杂志出版商告诉 CNN， 该杂志10月9日发行后不久，就引发了反对派成员和社交媒体用户的批评。而与此同时，马林的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同款照片进行声援。有批评意见认为，这一着装破坏了马林的公信力，还有声音指责马林把这张照片当作一种无谓的噱头。而另一边，作为对反对声音的回击，马林的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活动，分享他们自己和马林类似着装的照片，并指责批评者是性别歧视者。据环球网综合报道，岛内绿媒称，解放军前晚开始被记录到4度侵入台西南空域，16日更是早中晚各来一次，17日也没停止袭扰，一早8时许再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报道称，虽然台湾防务部门仅对外公布2次，但解放军军机已被记录到5次进入台西南空域。据海外网消息，2017年，美国空军一架 F-16战机在一次夜间实弹演习中，飞行学员认错靶子，导致一名无辜男子被子弹击中身亡。近日，遇难者家属的律师告诉媒体，他们已经与美国军方就此案达成和解，具体赔偿金额并未透露。这起案件的起诉书中提到，飞行学员误读了仪表读数，错误地向那排租赁的汽车开火，不仅炸毁了其中一辆车，还导致一枚20毫米口径的子弹击中了霍尔布鲁克的头部。这名无辜的承包商在被送往医疗中心后仍不治身亡。参考消息网报道，据法新社莫斯科消息，俄罗斯与美国当地时间周五在削减核武器协议上陷入新的僵局。美国称，普京提出的无条件延长1年的建议毫无意义。据克里姆林宫的一份声明称，普京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将目前的协议至少延长1年，以便有机会进行实质性谈判。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表示，他已经提议将与俄罗斯的协议延长1年，但条件是两国在此期间冻结核弹头工作。他说，普京总统今天在不冻结核弹头的情况下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回应是不会成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了美俄拥有的核弹头数量的上限将于2021年2月5号到期。截至今日12时，全球累计确诊39417682例，现存确诊9101373例。中国以外今日新增确诊153467例，累计确诊39408522例，累计死亡1101765人。国内现存确诊460例，累计确诊91460例，累计死亡4746例。环球网报道，中国驻芬兰使馆网站消息，根据10月16号芬兰政府网发布消息，芬兰决定暂停与香港的移交逃犯协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驻芬兰使馆发言人表态，对于芬兰有关决定，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国安法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举措，将有助于香港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备，社会秩序更加稳定，营商环境更加良好，有利于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中方敦促芬兰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以免损害中芬关系大局。界面新闻报道，路透社10月17号消息，据日本放送协会周六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向供奉有2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进献了祭品，这是菅义伟自上月上任以来首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据环球网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刚刚援引美国能源部消息称，美国能源部长丹·布鲁耶特的2名安全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CNN援引能源部一份声明称，根据计划，布鲁耶特原定于当地时间15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参观一个实验室，并与当地负责能源工作的官员进行圆桌会议，但出于对疫情的高度谨慎，布鲁耶特和随行人员将遵循疾控中心的指导，乘车返回华盛顿。据中国新闻网消息，10月16日电，综合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6日，德国欧洲事务部长罗斯表示，欧盟希望与英国达成贸易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此前一天，就英欧未来关系谈判，欧盟呼吁英国采取必要行动，否则就要为无协议脱做准备。英方对此表示很失望，并称英国首相将于16日作出回应。据环球网消息，在大陆媒体报道台湾间谍案后，台湾陆委会近日屡屡发布不实言论，无端指责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0月16日就此应询表示，关于迅雷2020专项行动所涉台湾间谍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国家安全机关和有关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依法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各项合法权益。陆委会对此心知肚明，所谓诬陷台湾民众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心里有鬼。据环球网消息，10月16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网站发布中国驻印度使馆发言人基荣参赞就印美播出台独专访发表严正声明。10月15日，某印度电视台播出对台湾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专访，为其台独言论张目，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印政府一贯立场，挑衅一个中国原则底线。中国驻印度使馆新闻发言人基荣参赞就此发表严正声明，对此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坚决反对。据海外网10月16日电，当地时间15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参加了疫情爆发后的首个公开活动，当天她并未佩戴口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丽莎白女王和威廉王子一起参观了位于英国西南部波顿堂的国防科学技术实验室，他们都遵守了社交距离准则，但2人都没有佩戴口罩。白金汉宫表示，女王在咨询了波顿堂军事研究中心的医务人员和科学家后，决定不戴口罩。该研究中心为英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重要支持。据环球网国际消息，有人对我说，你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名的人。我说我可不是。他们说，那谁比你更出名呢？我说耶稣。据国会山报报道，当地时间10月15日，特朗普在自己的竞选集会上提及名气一事时，称世界上只有耶稣比自己更有名气。报道称，当天特朗普前往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举办竞选集会，会上特朗普先是就哈里斯助手新冠检测呈阳性一事向拜登竞选团队表示慰问，随后特朗普提起了耶稣。据环球时报新媒体消息，当地时间15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 NBC 的市政厅会议，节目中他对此前转发击毙本拉登是骗局的推文进行辩护，称自己只是为了让大家讨论，那只是个转发，是别人的观点，我把内容发出来，人们可以自行评判，我没有立场。对此，主持人表示出一脸无奈，直言想不明白，你可是一国总统啊，不是别人家的疯叔叔。于是特朗普将矛头转向了美国媒体，称是因为腐败的媒体报道谎言，自己才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内容。对此，主持人则说，但你那是假话。环球网消息，拿所谓国家安全说事，美国屡屡伸出黑手，试图进一步遏制中国电信行业。据路透社17日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当地时间16日发布的一封信函中，要求美国司法部及其他机构详细说明中国联通在美持续运营是否会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信函中，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询问美国各执行分支机构，中国联通美洲公司是否以及如何受到中国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以及与美国国家安全和执法相关的风险。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还询问有关缓解措施是否能够解决任何已经确定了的担忧问题。为此，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信中要求各机构于当地时间11月16日前作出回应，而目前中国联通美洲公司暂未作出回应。
据环球网消息，当地时间16号下午，巴黎郊区的一名历史老师曾因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展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在校门前遭到一名持刀男子斩首，袭击者随后被警方击毙。犯罪嫌疑人是一名18岁男子，持刀将受害人杀害后，还在其社交账户上上传了一张相关照片。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袭击称之为伊斯兰恐怖袭击。据环球网消息，支持乱港分子的香港律师黄国同在台北开设的保护伞餐厅16号被人泼鸡粪。该餐厅标榜协助在台寻求庇护的香港人维持生计。事件发生在中午用餐时间，一位身穿黑色帽衫、戴口罩的人突然闯入保护伞餐厅厨房，将1桶鸡粪四处泼洒。厨房内的餐具、用品、已经做好的餐点因此全沾满鸡粪。台北市警方项目小组17号晨逮捕一名涉案莫姓男子，并带回警局询问笔录，讯后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据海外网消息，海外网10月16日电，当地时间15日上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斯阿拉米托斯市一名男子躲在路边草丛伏击警察，不料非但没有打中，反而吸引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数小时后，该男子被发现死在草丛中，警方未公布其死因。环球网报道，中国在侵占尼泊尔领土。最近，印度媒体和尼泊尔少部分媒体频频爆出类似消息，声称中国近期在尼泊尔胡姆拉县南卡地区兰普查村的土地上兴建了11个建筑，侵犯了尼泊尔的领土。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尼反对党声称的中国跨境建设地点位于中尼边界11号界庄至12号界庄之间，靠近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普兰县外办主任巴瑟透露，所谓中方侵占尼领土的建设，其实是当地新建的一个边境小康村，今年5月开始施工，目前已接近完成。今年在尼方部分人士发出质疑后，阿里地区领导和部队专业人士有专程赴实地测量考察，非常确认所有建设完全处于中国的普兰县境内。事实上，印度才是与尼泊尔长期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2019年11月，印度政府在历史性的取消克什米尔特殊地位后，发布新版地图，强行将与尼泊尔的争议地区划入本国领土，激化两国矛盾。作为回应，尼泊尔也于今年5月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卡拉帕尼等地纳入版图。据观察者网消息，今年是中国和加拿大建交50周年。当地时间10月15日，在渥太华中国大使馆举行的视频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驻加大使丛培武发表讲话。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5日报道，丛培武在讲话中警告特鲁多政府不要为香港暴徒提供政治庇护，否则相当于干涉中国内政，同时会助长香港的暴力犯罪。据环球网消息，近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称，我们强烈敦促加方不要给香港暴徒提供所谓政治庇护。对此，有来自法新社的记者在16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向发言人赵立坚提问称，能否对此做出评论，这是否在向加拿大发出威胁。对此，赵立坚表示，我个人觉得我们驻加拿大使馆表明了在香港有关问题上的正义立场，这无可非议。如果有人对此有错误的解读，我想你应该去问问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么想，他们是不是别有用心。